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自以为减龄，实际很显老的5种大妈色，个个都难看，你有吗？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颜色从来不只是好看与否的选择，更是气质与年龄感的映照。在日常造型中，我们会发现，色彩的搭配不仅影响肤色的明暗与气色的好坏，还能潜移默化地塑造整体风格的气场。一旦选对了适合自己肤色与气质的颜色，不仅显得精神焕发，更能让整个人看起来年轻有型。然而，对于上了年纪来说，色彩的选择就更需斟酌。不是所有颜色都能达到修饰与提气的效果，有些常见但不经意的配色，反而容易让人看起来显老显黑，甚至降低整体穿搭的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5种在日常穿搭中要尽量避开的显老色，学会避雷，才能真正穿出优雅与从容的高级感。1. 自以为减龄，实际显老的4个大妈色，你有吗？大妈色1，与肤色接近的黄色调服装，显黑显老。首先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那些接近肤色的暗黄系服饰。虽然黄色在穿搭中具有提亮活力的效果，但当色调偏暗、饱和度过低时，反而容易削弱整体气色。尤其是本身肤色偏黄或略显暗沉的女人，穿上这类黄调服饰后，不仅难以提亮肤色，还可能让整个人看起来疲惫无神，失去精神光彩。这样的配色不仅无法衬托气质，反而会拉低整体造型的质感。大妈色2，亮度太高的荧光色会导致肤色反光。不少女人上了年纪，为了让造型看起来更有朝气，会倾向选择一些亮度较高的荧光色系，试图藉由鲜明的色彩为穿搭注入活力。然而，荧光色对肤色的包容度较低，特别是对于肤色偏黄或略显暗沉的女性来说，这类色彩不但容易放大肤色的不均匀，还可能让整体气质显得突兀，反而失去了原本想要的年轻感。此外，荧光色在阳光或灯光下还会产生一种刺眼的反光效果，让肤色显得过于假白，失去自然的柔和感，视觉上甚至会加重老气感。大妈色3，太粉嫩的玫红色，容易有装嫩显黑的情况。粉嫩的色彩固然甜美动人，但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这类色系却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并不是越粉嫩就越能展现少女感。过于轻盈的色调反而容易与自身沉稳的气质产生冲突，让人感觉略显刻意，失去了自然的优雅。特别是像玫红色这类明度较高、对比感强烈的粉色，穿在身上不但难以协调肤色，还可能加重肤色暗沉感，显得肤色更黑，气色更差。大妈色4，深色系的印花元素，老土又油腻。在中老年女性的衣柜中，印花元素也算是出场率比较高的颜色。不过大家在挑选印花元素时，亦要远离暗沉的深色系。深色系的印花看起来十分老气，不仅会让你的造型看起来暗沉无光，很沉闷，还会给人一种油腻感。倒不如换成浅色调的印花，在增添活力的同时，又可以打造出优雅浪漫的氛围。大妈色5，亮度过低的颜色很显老气。最后是亮度过低的深色系，也需要谨慎选择。虽然深色在穿搭中常被视为稳重与显瘦的代表，但当亮度过低时，整体造型往往会显得沉闷无光，缺乏层次与焦点，很容易让人觉得暗淡无精神。特别是对于气色本就不够明亮的女人来说，这类颜色不仅无法修饰肤色，
反而会进一步拉低整体的精神状态，让人看起来显老显倦，与优雅有气质的形象背道而驰。比起过于沉重的深色调，更建议选择有一点亮度、有柔和感的中性色，或低饱和度的彩色系，不仅能保持沉稳大方，也更容易提亮肤色，展现气质中的温柔与自信。2. 这6个高级色显白又提气质，千万别错过。高级色1，红色系，明艳大气，提气显白。红色一直是中老年女性衣橱中不容错过的色彩，它自带热情与能量感，能演绎出明艳又不俗气的优雅气场，关键还非常显白。在选择红色服饰时，可优先考虑带有哑光或微亮光泽的红色长裙，不仅提升质感，还能中和红色的张扬，特别是正红色调，更能提亮肤色，轻松打造出高级又出彩的造型。高级色2，淡蓝色，清新减龄，谁穿都合适。淡蓝色属于冷色调中的清爽代表，不仅清凉耐看，还极具减龄效果，是不挑年龄与肤色的万能色。如果你肤色白皙，可选择稍微偏深的海洋蓝，更显气质与知性。如果你肤色偏黄或略暗，则推荐选择天空蓝或乌蓝色，既能柔和提亮肤色，又不会产生过强的对比感，整体造型清新自然，温柔不失格调。高级色3，豆绿色，减龄显白，温柔有层次，想要穿得减龄又有质感，豆绿色是极佳的选择。作为绿色与灰色的中和色，对肤色的包容度极高，不论是黄皮、白皮还是自然肤色，都能轻松驾驭。尤其在选择柔软垂坠的豆绿色长裙时，材质的流动感会为整体造型增添灵动之美，让气质显得更加温婉柔和。高级色4，杏色系，提升气色，温柔优雅。杏色属于温和的暖色调，自带亲和感与柔光滤镜，对于冷白皮来说，能赋予肤色更多温度，让气色看起来更加红润健康。建议尝试浅杏色的半透明衬衫，或是略微挺版的杏色夹克，前者轻柔通透，适合夏季防晒又不失女人味，后者则利落减龄，轻松削弱年龄感，是温柔与气场兼具的绝佳单品。高级色5，浅色印花，浪漫优雅，法式风情。印花元素向来是成熟女性穿搭中难以割舍的存在，而想要穿得高级、优雅不俗，关键在于底色与花型的选择。推荐选择白色或淡色为底的印花连衣裙，花色设计最好简约有序，以大色块或规律分布为佳，避免过于繁复杂乱。这样的搭配不仅能提亮肤色，还能展现浪漫且轻盈的法式气息，低调中见精致。高级色6，米色系，气质又好看的。如果你想让穿搭更具气质与亲和力，那么非常推荐尝试米色系。这是一种自带温柔滤镜的色调，低调不张扬，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衬托出女性的柔美与从容。尤其在炎热的季节里，米色比纯白更柔和，比灰色更有温度，不论是单穿还是作为搭配基础，都能为整体造型注入一份淡雅与质感。当然，选择米色时也要根据肤色冷暖来做细致区分，这样才能真正穿出最自然动人的气色。如果你是冷白皮，适合尝试带有冷灰感或偏奶白调的米色，这类色调与你的肤色相得益彰，更能凸显清透感。而若你属于黄一白或黄二白的暖肤色，则更建议选择偏暖调的米色，例如奶茶色、杏色、燕麦色等，
能让肤色看起来更加红润柔和，整体气质也会显得更加亲切有温度。3. 用颜色提升服装质感，稳赚回头率。1. 亮色加旗袍裙，明艳高雅，演绎东方韵味。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而言，若想展现明艳又大气的风格，不妨大胆尝试亮色系的旗袍裙。旗袍自带古典气息，搭配白色、红色等高明度色彩，不仅能凸显女性的从容气质，更赋予整体造型优雅的力量感。需要注意的是，亮色虽好看，却对面料的质感要求更高，建议选择具有一定垂坠感与光泽度的材质，如缎面、丝绸或细腻的棉麻，避免过于轻薄的布料，以免影响得体与气场。2. 浅色块加连衣裙，减龄显白，柔和动人。想要打造更有青春感的穿搭，不妨选择大面积浅色系的连衣裙，像是浅蓝色、奶油白、淡杏色这类色调，轻盈清新，能瞬间点亮气色，让整体造型多一分柔和与亲切。其中尤以浅蓝色系最为推荐，既有减龄效果，又不显稚嫩，还能悄悄提亮肤色，是非常适合成熟女性的柔美色彩。简约的剪裁搭配明亮浅色，整体自然耐看，轻松穿出优雅与朝气并存的气质。3. 浅色加套装搭配，知性清爽，回头率加分。套装向来是最不容易出错的穿搭方式，但若选用过于深沉的颜色，容易让整体造型显得厚重老气。相比之下，糖果色、米白色或柔和粉调的浅色系套装更适合用来提升穿搭的清爽度与亲和力。浅色系不仅减轻视觉负担，也能营造一种内敛的明亮感，让套装不再单调拘谨，反而显得知性亮眼又具现代感。无论是通勤还是约会，都能轻松应对，优雅得体。4. 中性色加适度露肤，克制大气，柔中带飒。黑、白、灰与大地色系等中性色一直是成熟女性衣橱中的基础色调，低调不张扬，却极具气质。然而当中性色大面积运用时，适当的肌肤留白反而能让整体造型更有呼吸感，也更具女性柔美与自信气场。例如搭配无袖上衣、V领剪裁、开叉裙摆或7分袖设计，都能巧妙平衡中性色的理性冷感，使穿搭既有力量又不失柔和。这种介于温柔与飒爽之间的风格，正是许多中年女人所追求的质感表达。4. 如何挑选颜色？一般关于某类颜色是否适合我们，需要考量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肤色，肤色的深浅与明暗，我们通常都能直观判断，但真正影响穿衣效果的，往往还在于肤色的冷暖调。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如果肤色中带有明显的黄、橙或红色调，那么多半属于暖肤色，而若肤色偏向蓝调或微微带紫，则属于冷肤色。当然，穿搭从来不该被条条框框限制，只要你喜欢，任何颜色都可以成为风格的一部分。但若希望轻松穿出气色好、气质佳的效果，那么选择与自己肤色冷暖、明度、纯度相近的色彩，会让整体更和谐自然。简单来说，冷肤色适合冷色调，清新柔和；暖肤色搭配暖色调，红润健康。找对了属于自己的色彩方向，便等于为自己的气质加分，也更容易穿出令人心动的精致感。2是发色，除了肤色之外，发色其实也会对我们适合的穿搭色彩产生不小的影响。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
大多数亚洲人的发色以棕色调为主，从浅棕、深棕到自然黑色不等，而这些发色的深浅，往往与肤色有着某种默契般的对应。肤色越深，发色通常也越深。肤色白皙的人，发色则往往偏柔和，色调更轻。所以在染发时，建议发色不宜比肤色过浅，像是全金发这类高亮度的发色，虽然亮眼，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较难驾驭，容易与肤色产生突兀的反差，让气质变得不够自然。如果你正在考虑改变发色，尽量以平时日常的妆容与穿搭状态出现，这样发型师更能依照你整体气质与生活场景，提供最贴近真实状态的建议。选对合适的发色，不仅提升气色，也让穿搭色彩更加得心应手，日常也更耐看不突兀。3是瞳色。我们经常说眼睛能看出一个人的年龄，像小孩子的瞳色饱满清澈，而上了年纪之后，眼球色往往就开始浑浊。不过瞳色其实对色彩选择影响不大，因为亚洲人的眼球色一般都是深棕色、黑色的，这些眼球色都属于中性色，比较容易搭配，与各类色彩都能和谐共存。但如果带了非常艳丽的美瞳，比如碧绿色、水蓝色，那就需要好好考虑衣服色彩了。4是唇色。唇色的冷暖其实很好辨认，偏红紫色的为冷色调，红橙色的则为暖色调。如果看不出来冷暖，则为冷暖居中。不过我们原本的唇色对于我们适合什么样的色彩其实影响不大，因为日常大部分人都会涂口红，只要根据所穿衣服的色彩来选择合适的唇膏色号即可。接下来咖啡屋和你分享4个配色技巧。技巧1：相邻色搭配。在色彩搭配中，有一个非常实用又不易出错的方法，那就是相邻色搭配。所谓相邻色，是指在色环上任选一个颜色，其左右两侧的颜色就是相邻色。无论是从这3者中挑选2种颜色搭配，还是3色同时运用，所呈现出的效果都协调又富有层次感。相邻色搭配最大的优势，就是让穿搭在保持整体感的同时，也带有细腻的变化与过渡，既不单调，也不过于强烈。更灵活的是，相邻色之间还可以透过调整明度与纯度来丰富视觉效果。例如同样是蓝绿色系，可以从饱和度高的湛蓝忍到回调蓝绿，根据个人肤色与风格进行微调，更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与气质。技巧2：同色系搭配。这个方法超级经典，适用于任何颜色，但在实操过程中，需要注意同色系并不是全身的颜色一样，而是有深有浅，明暗交错，这样搭配出来的感觉是最好的。这种同色系搭配的方法可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几乎适用于任何颜色，实用性非常高。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仍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真正的同色系穿搭，并不是全身都使用完全一样的颜色，而是巧妙地运用深浅交错、明暗变化来打造层次与立体感。这样的搭配方式不仅不单调，反而更显高级与品味。举例来说，像是将雾霾蓝、经典蓝、水蓝色等不同深浅的蓝色叠加在一套穿搭中，就能呈现出丰富层次与通透感，整体视觉既统一又不失变化。同样的，樱粉色与橘粉色这类邻近的柔和色彩进行渐变搭配时也非常出彩，不仅延续了粉色的甜美氛围，又透过明度的变化让造型更灵动耐看。技巧3：互补色搭配。在色彩环上相距180度的互补色，如红与绿、黄与紫、
橙与蓝。虽以强烈对比著称，但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便能将原本锋利的张力转化为高级且醒目的造型亮点。我们可以先将其中一个颜色加入白色，让其明度提升，色调变柔，减少冲突，或是叠加少量黑色，降低饱和度与活跃度，使画面更沉稳。在实际穿搭时，最好分清主次，将一方作为大面积主色，另一方仅留作点缀，如配饰、鞋包，既能凸显层次，又不会喧宾夺主。同时利用黑白灰等中性色外套或打底来平衡过于鲜明的色彩，也能有效压制过度跳跃的视觉感，使整体更具和谐度与日常可穿性。当这些技巧交互运用，就能在保持大胆对比的同时，让造型既耀眼出众又不失稳重优雅。技巧4：无色彩搭配。黑、白、灰这3种被称为无色彩的色系，往往是我们衣橱中最常见也最安心的选择。这些颜色低调、经典，几乎不挑肤色与场合，因此被视为百搭中的万能色。但也正因为过于常见，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些颜色不需要搭配技巧，实则不然，越是简单的颜色，越需要用心搭配，才能穿出层次与质感。以最经典的黑白配为例，如果黑与白的比例五五开，容易让整体造型缺乏重心，看起来平淡无奇。因此在穿搭中，建议让一个颜色成为主调，大面积使用，另一个颜色则作为点缀，这样更容易穿出视觉焦点与节奏感。例如，一件黑色连衣裙配上白色细节或配饰，或是一身白色系搭配黑色腰带、包包，画面既简约又不失巧思。此外，中性色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优势，就是它们具备极强的包容性。当作为主色时，可以与任何鲜明的颜色和谐共存，不论是亮黄色、宝蓝、玫红，甚至是高饱和的绿色，只要点缀在黑白灰的基础造型中，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让整体更有层次感与个性。所以即便是无色彩，也绝非无趣，只要搭配得当，它们依然能穿出丰富的语言与气质，既安全又耐看，堪称时尚界最经久不衰的存在。5. 如果喜欢的颜色不适合我，如果你偏爱素色、低饱和色系穿搭，但恰巧又更适合暖色调的服饰，其实大可不必过于纠结。穿衣最重要的，始终是让自己感到舒适与自在。即便某些颜色在色彩理论上更适合你，但如果你穿上感到别扭、不喜欢，那么这份适合也就失去了意义。衣着不只是修饰外表的工具，更是与自我对话的一种方式。喜欢的颜色能让你感到放松、安心，那就是最值得穿在身上的颜色。当然，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比如重要的社交活动、职场会议或公开演讲时，也可以适当选择那些更衬肤色、能提升精神气色的色彩，这样更容易让人留下好印象，传递出得体与自信。至于日常居家时光，就更不需要拘泥于所谓的适合与不适合，完全可以随心而穿，爱什么颜色就选什么颜色。毕竟穿衣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成全自己。学会在理论与喜好之间找到平衡，才是最高级也最舒服的穿衣智慧。其实不适合的颜色稍微变换思路也是可以驾驭的。一是改变肤色，如果我们的肤色是暖深色调，想要调整就可以用自然色的粉底液，但注意不要选色度跨越特别大的粉底液，暗沉斑驳之后会很难看。二是改变发色，如果一直是棕发，
偶尔尝试换个发色，改变真的巨大，连气质都能变得陡然不同。3是巧用配饰，丝巾、项链都是非常直接能改变颜色驾驭的。像博主 Jenny Walton 就很爱用丝巾和配饰，在深色衣服之间做了一个区隔，所以即便全身大面积都是暗色调，整体也不会过于沉闷。总而言之，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定要远离大妈色，多试试上面这些高级又亮眼的色彩，可以让你的气质显得更得体。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